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底色的晕染我把这个灯再给打开。大家也看到了我这个桌面现在非常脏，是不是？我就是用我们这个帆布下面这个帆布呀，我们经常垫这个帆布上节课我们也说了，正反两面用是不是？刷底色的时候一定要用一面，画画的时候用另一面。接下来我们来找出一个大盘子，还是盘子，然后我们来调出什么呢？用两种颜色赭石加藤黄。对，上次我们的那个底色是赭石加墨加点黄，这次我们就是赭石加藤黄，而且这次的赭石加藤黄呀，要注意了，1:1，什么意思呢？就是赭石和藤黄差不多一样多。然后找一支小笔。我这个笔是刚保养完保养完以后这个笔一保养完以后就很头疼。为什么呢？一保养完以后，你看这赭石色就成白的了所以说你们经常要保养保养这个毛笔，这个效果是真的是特别不错特别不错。然后加点水，稍微少加一点。赭石加藤黄我这个赭石笔，慢慢的一点点的让这种两种颜色和我们的这个水给它充分的搅匀了。画离得稍微远一点。一定要把它全部搅的匀匀的这个挤的时候你就大约1:1就行了。然后把它调淡。调出这种偏黄的赭石，赭黄色。一般这个颜色呀不会涂错一般都不会涂错，因为你挤的时候1:1大约1:1，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用排刷，我们给它蘸上颜色每次蘸的时候要给它搅起来搅起来。准备一张餐巾纸准备一张餐巾纸。像我这画画桌子边上随时备着2、3包餐巾纸。刷底色的时候注意了，轻一点轻一点。好，然后朝着一个方向，慢慢的给它刮匀了。
它有一些色渣呀什么的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它轻轻的刮子给它刮开。要低倒头看啊，低倒头看。有些时候啊，你看不清楚啊，有些时候看不清楚。轻轻的，好，然后啊，这就刮清楚了，然后找一张餐巾纸，我们给它涂成这个团儿，然后把这个中间啊，手的中间啊，我们给它蘸出来，轻轻的，好，大约就行了啊，大约蘸出来就可以了。主要是中间这里啊，你看，主要这里，手的这里，主要是这里。好，来把中间这个手这里啊，你看，给它蘸出来。指甲什么的无所谓啊，它这个指肚子这里啊，给它蘸一下。你看一遍，这个纸就该扔了啊，蘸一遍纸就该扔，然后吹风机它上吧。好，第一遍完了啊，然后我们再刷第二遍。你看刷的要稍微黄一点，
一定注意啊，后第二遍开始就要轻一点了啊，不要像第一遍那么狂野。对，咱们轻一点。你看，第二遍刷完了以后，你看，自然的就怎么样呢？啊，自然它就稍白了一点点，是不是啊？啊，第二遍就不要管它了，只要给它啊对比的白一些就行。吹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怎么样呢？不要给它，怎么说呢？不要给它就盯住一个地方吹，这样容易吹伤啊。我们就要晃动起来。这老是晕过去。第三遍啊，这颜色还是很正的，我感觉啊，就要黄黄的感觉，这种金色的。
下面，然后再来一张餐巾纸，这个对比模糊了，我们需要给它怎么样呢？对比强烈一些。哎，这次就精致一点啊，精致一点，面积小一点。上次就是大开大合，这次我们就是小家碧玉，对不对？捏成一个小尖尖的样子。就把它这个手的这个手心儿啊，手心儿给它精确的站出来，也不用特别精确啊，也不用特别精确，但是相对的啊精确一点。检查一下，稍微出去一点也没关系啊，因为这边后面都是深，以后这些都是深的。哎，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再给它再来淡淡的来一遍啊，洗洗色，对，淡淡的来一遍，加入更多的水啊，相当于水色就给它调的淡淡的，哎呦，调的很淡啊，调的很淡。这颜色就是类似清水的一种水啊，比那个刚才的淡多了，是不是？反正你就给它调淡了啊，多加点水，调的淡淡的，也不用给它再往出站了啊，正好降低一下它的对比度，太强了也不好看。哎，给它四周全部刷湿了，刷湿了以后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刮干净。接下来我们给它适当的进行表板。
好，是我们这个底色啊，就做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轻轻的啊，颜色不多啊，别让它淤积在一起。哎呀，画板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它要赶紧让上板啊！你看这样染完以后啊，你看它之间的对比啊，我们一次蘸一次刷，一次蘸一次刷，每次慢慢的给它减小面积啊，2、3次这么来遍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啊，它这个变化就是一点一点的，它就开始把这个蘸的就非常准确了，逐渐缩小面积啊，逐渐给它减小它的对比，不是说要它变得很白，而是说要增加它的对比，相对来说它是白的啊，这个白度就正好。那好了，同学们，我们用了将近半个小时，20多分钟啊，把这个底色就渲染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我在课外啊，我给把它裱板啊，裱板完了以后啊，我们进行什么呢？进行平涂的工作。同学们好啊，我们今天这节课啊，开始平涂。大家看到了啊，这个底色晕染，来我们看看这个颜色的对比啊，颜色对比要稍微黄一点，黄一点啊，显得它这个贵气。当然了，有些同学啊，你们有这个偏黄的熟宣纸，也可以啊，偏黄的这种直接就这种熟宣纸啊，也可以直接拿这个画啊，直接拿这个画。勾线啊，有这种熟宣纸呢，云母的啊，一定要这种熟宣纸也有2种，一种是云母熟宣，一种是禅意熟宣。咱们要用的话就用云母熟宣啊。接下来我们来平涂，平涂首先呀，我们得找个小碟子啊，找个小碟子，然后找出朱标色。啊，朱标还是用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其实画这个佛像啊，你这个朱标一定要多准备一点。对，你这朱标要多准备一些，就是单独多买一点。因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朱标色，你看染红色打底啊，有一些画莲花啊、曙红啊，这些都常用啊，都常用。然后我们先调一个淡朱标啊，中等偏淡的吧啊，不能太淡啊，调一个淡朱，中等偏淡。现在我边上啊准备了一张茶纸，把这个朱标啊，我们先平涂，多挤一点点啊，挤上它1毛5的啊，这就够了。尽量用稍微小一点的笔，给它调开。就是我们那个新手套装里面那个小号的染色笔。你看这个，说到这里啊，我要问了，朱标属于实色还是水色？哎，来，首先来想一想，朱标属于实色还是水色？对，朱标和朱砂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差不多啊，就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镜头啊往进来，你看干了以后就是这种色啊，干了以后就是这种色。你看我这个
画布啊，帆布啊，我已经给它换成新的了啊，是不是啊？就是另一半了，现在显得就非常的干净啊，是不是啊？显得就非常的干净。这画画是一种优雅的过程啊，不要画的那个就跟那个印象中，就跟那画油画的、画水粉的，满天满地啊都是那颜料，是不是啊？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啊，我们画画穿的衣服啊，都是最精致的衣服。像我啊，随意啊，随意，我也不是专门画画的衣服。你看，就这个颜色。哎，这个焦距怎么聚不过来呢？好啊，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行啊。然后我们来开始平涂啊。护国老师这个慢性子，你们一定要忍受，好不好啊？我这个就是个慢性子啊。老经常说啊，慢代表什么？稳，稳代表什么？代表快啊。我这一般啊，很少洗色啊，很少画画。我教你们画画，我这个很少起肤色，就是因为我画的比较慢啊，比较慢，而且比较稳啊，比较稳，出错的情况少啊，不能说不出错吧，出错的情况少。然后我们从这个上面这个，首先啊，我们用朱标色涂这个火焰。这个火焰啊，你看中等偏淡的，我指定啊给同学们啊，肯定是演示一部分。你说这么多火焰，我全给你染啊，这个演示啊，这个不对啊，不对。为什么呢？太水了啊！就是说重复的你带的这没什么价值啊，录的这个节课程录的没什么价值。对，给同学们染上一部分，染的时候注意这个夹角要尖锐啊，要尖锐。你看我染的时候，你就别着急啊，你着啥急？一点点染呗啊，是不是？一点点染呗，顺着它的边缘。第一遍啊，我更建议啊，你们呀，比我这个还要淡啊，就是极淡的，不能说是像清水一样吧，就是淡朱标啊，极淡的给胡和老师染上一遍啊，你先探个路。对，因为我和你们的这个观察力啊不一样啊，也就是说眼力啊不一样。我可能画的时候啊，我知道一个规律啊，我基本说出错的几率非常小。你们的话就稍微有一点啊，刚开始画嘛，咱们这个毕竟是基础，有很多同学啊都是什么呢？刚开始接触啊，接触这个毛笔啊，甚至刚开始接触这个毛笔。上一节课那是相对来说非常简单的一幅画，就那幅画啊，我都相信很多同学都画的手忙脚乱啊，是不是手忙脚乱？你看画着画着，你就要及时的给它分开，分开，然后蘸颜色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搅起来，搅起来及时的给它什么呢？给它在这个颜料碟边上啊，给它刮一刮。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水分啊，你看不能大了，也不能小了啊，不能大了，也不能小了。然后涂的时候啊，要有一定的节奏。你看我们平涂的时候，我是不是经常这么说？所以啊，你们先拿很淡的先涂一遍，这样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啊，最好的。一呢，不会出错。我都担心我出错，像这么复杂的火焰，这我也是撒了个大胆啊，撒了个大胆。你要把它分开啊，分开。
分而什么治之啊？分而治之。笔中的颜料染一染，及时的补充啊，然后在边上刮一刮，不要太干了，不要太湿了啊，不要太干了，不要太湿了，这边容易错。勾白描的时候，有些同学啊可能没有仔细的跟着我这个思路去勾白描。如果你勾了白描以后啊，可能你对这个整体的这个造型啊有一定的接触啊。你看我这里双线进行啊，这边一个，你看这里染一染，这里染一染，然后及时的这里再染一染，别让它干了啊，别让它干了。这里再染一染，双线进行，染几笔啊，然后这里再给它赶一赶。刚开始啊，像这种双线染啊，有种手忙脚乱的感觉。这个是什么？正常的。你看这里，慢慢习惯了啊，习惯了就好了。你看这样就染到这里。它这个面积啊，属于什么呢？属于大面积还是小面积？这个面积啊，属于小面积，面积都比较小。注意这里，这里就不是它了啊，属于小面积。小面积的话，我们涂色的时候注意口诀。什么口诀呢？这个容易均匀，不容易整齐啊，是不是？所以你颜色足够的话啊，你涂上1到2遍啊就行了啊就行了。你看我们这个双线的给它涂完了以后啊，你再给它翻回头啊，涂这些单个的。你看这是一大圈。你看这个火焰到这里，你看这个夹角要锐利啊！你们平涂的基本功啊，都给呼和老师啊，注意了。它这个你看，这样是转过来的，这样是交接过来的。这里你看，这里是这样的，它是好，这里有，你得分析清楚。你看这里也是一个，然后。我再分析分析这个啊，这个是这样的，你看这样转过来的，上来了。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角是，这个角也是，这里不是啊，这里不是啊，分清楚啊，分清楚。你们就以什么呢？啊，你们就以这个效果图啊，效果图为准。老师，我就想看你这个平涂，有点那个啥啊，那也有点太那个啥了。你看涂色的时候注意，涂1遍啊，如果不对你就涂2遍，拿我们那个效果图的啊颜色，为啥要给你们步骤图呢？每一步非得要拍照呢？是不是？就是给你们大概的颜色参考啊。这样的话，染到大致的颜色不一定啊。注意了，这个颜色没有必要跟我完全一致，因为什么呢？你就让我再画一幅啊，我这个颜色也不可能和我
第一幅画出来的颜色完全一致。它多少有一些差别啊，就跟一句话，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是一样的。所以啊，有些同学你们学的时候不要钻牛角尖儿，好不好？不要给胡和老师钻牛角尖儿。你看染的像这种单个的，你也不要着急，一个一个的染啊，一个一个的染，然后仔细啊，染一个看一看效果图，染一个看一看效果图。这样是为了什么呢？锻炼你们的眼啊，锻炼你们的眼，还有磨练你们的耐心。画工笔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态啊！刚开始最重要的是心态。其实你们画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其实啊，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个人吧啊，我经常说，学习啊是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你的学习的能力啊，就是学习的方法和状态啊，它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像吸水棉一样啊。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给你水你就能吸，错。你小时候肯定上过学吧？是不是？学过东西吧？你就是没上过学，你上个单位，人家也教过你东西吧？是不是？好，就当你是一块干净的棉花、吸水棉或者是棉花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吸水棉啊，最明显了。你就拿那个看一看，刚买回来新的，什么都没用过的时候，它是软软的。然后你吸水啊，吸完水了，然后你试一试长时间不用它，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它会变成非常的坚硬啊，非常坚硬。然后你再往上倒水啊，它是倒不进去的，它是倒不进去，它也吸不上去啊，这个水的。这是什么情况呢？啊，那怎么样才能让它吸水呢？你得让它在水里泡一段时间啊，泡一段时间，然后啊，慢慢的用力挤一挤啊，把这个水挤进去以后，它才会慢慢又补又软化。这就跟我们的学习是一样的啊，你刚开始以前学过，现在没学，你中间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让你马上进入那种高效的学习状态，怎么样？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就跟那个硬硬的啊海绵一样啊，硬硬的吸水棉一样。现在需要你强迫自己啊，在刚开始这段阶段，强迫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泡着啊，老师揪着你，对，让你强制性的把这些知识给你灌进去啊，灌到一定程度了，你那个大脑呀活化了，学习的这个区域啊激活了，自然学习效率就高了，进步就快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一般大概多长时间呢？得分人啊，得分人。我有呢同学啊，平涂了好几个月啊，就平涂颜色好几个月啊，他才慢慢打开，是不是啊？有的同学就很快啊，有的同学就很快，这就分人了啊。我希望你们是那种很快的同学。你看，基本就涂到这里啊。你看我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然后不够的话啊，如果不均匀，我可能把这个颜色调淡啊，调淡，再补上1到2次，这个花就涂完了啊，这个火焰就涂完了。那好了，我就不演示了，就这啊，已经涂了20分钟了。就这一小朵，我涂了1遍，涂了20分钟。我全涂完2小时，然后涂2遍4个小时啊，是不是啊？所以啊，这幅画平涂来说还是很费时间的，同学们加油啊！接下来我把这些火焰啊，在这个课外我给它涂完啊，也不难嘛，同学们，你看是不是？就是涂的精致一点。涂完以后啊，接下来我们往下面涂其他的，好不好？
好了，同学们，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火焰涂了啊，不要涂的特别深啊，涂的特别深了以后啊，你后期不好染啊，后期不好染。你说老师，我就想糊那种火一样的颜色，可以啊，可以。我们前期不是教过一个红色的叶子吗？需要用浓主标啊，那你就可以浓主标上，最后拿曙红啊，拿曙红不停的给它染，然后再墨红染。但是我觉得啊，那样的效果好像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而且工作量也太大了。所以啊，一定注意这个浓度啊，不要太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调一个，粉黄色啊，淡淡的粉黄色。来想一想上节课我们学的内容啊，粉黄色，还记得吗，同学们？粉黄色是拿什么颜色和什么颜色调出来的？对，你看我们学习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一位老爷爷啊，他说过一句话非常重要，叫温故而知新啊，是不是啊？温故而知新。粉黄色是由白色加黄色。对，有人说如果是粉色加黄色，那你就正好复习一下啊，白色加黄色，也不要多了啊，一点点。我们把中间的这个法器给它涂个全片，涂个底色。对啊，温故而知新啊，一位老爷爷，他姓孔啊，教育家，人家的教育理念啊，已经延续了多少年了啊？2000年最少了吧？啊，是不是？好，再加点水，整一个黄色的小笔啊，整一个黄色的小笔。这个粉黄色啊，注意了，浓度也不要太浓了啊，中等偏淡，或者就是直接就是淡，因为啊，这个粉黄色说了啊，这个黄色和白色1:1啊，这次调出来的1:1。太厚了啊，也不好，太厚了不好染，不好匀啊，不好匀。搓一下啊，你看就是这个颜色啊，就是粉黄色，中等偏淡啊，甚至就是淡的。我们把金刚手啊给它涂一下。其实啊，这幅画平涂完了以后啊，这幅画的这个效果啊，基本来说就已经出来了啊。如果你把这幅画啊就平涂，勾完线以后啊就平涂，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画的时候要注意了啊，这个弧线边缘一定要淡一点。第一遍啊，慢慢的给它涂完，然后慢慢加深。很淡的啊，很淡的。完了，少了一个。这个云彩是这样的，这个云彩是这样的，这云彩少一个，少一个补上它，正好我的主标还有。
这事儿闹的。所以啊，你看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啊，我这经常丢啊，但是我能补呀，啊，对不对？我有个好习惯呀，你们也要注意啊，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染完一个颜色啊，你先别着急清理。那有些同学啊，那个手啊，那这个就可勤快呢啊，那个勤快的呀，让它干一干再染啊，和它周围不一样的地方啊，恨不得染完一个颜色赶紧把这个碟子清洗干净。你先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上2小时。它这个粉黄色呀，它也是有一定的遮盖能力的。它毕竟有白粉嘛，啊，白色。实色加水色会变成实色，水色加水色还是水色，实色加实色那就是实色啊。所以从基因角度来说，实色和水色中间，实色属于显性基因，水色属于隐性基因，是不是？所以实色和水色和完以后啊，它出现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什么呢？一定的遮盖能力的啊。你看干没干不知道，先给它分开染吧，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差不多了，这个小角，这里面不是啊，这里面不是。你不小心染过去怎么办啊？没关系，因为第一遍很淡嘛。如果你一遍很浓，那就不好弄啊，也没关系啊，也没关系。你看，注意了，染的时候啊，最好是一个局部，像这种法器啊，你就给它一个局部一个局部染，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不容易染错，而且染的时候要分清楚结构。看这里。这个指甲这里一大片。刚开始染，你看感觉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重的颜色，是不是？但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它加深啊！注意染颜色的时候注意什么呢？颜色要均匀。边缘要整齐，夹角要锐利。一点点来啊，再往近一点。
一定是按照这种结构来染啊，这样的话不会错啊，不会错，小心一点。第一遍，尤其是第一遍，小心一点。第二遍开始就，只要你第一遍没错，第二遍的话就能染得飞起来啊，基本来说能染得飞起来。哎，行，再检查一下啊，再检查一下。确实啊，确实是没有错。然后再染第二遍啊，第二遍就很快了。首先啊，你跟着黄颜色染就得，染几遍呢？2到3遍啊，把它这个起码把这个粉黄色的底色啊，我们给它凸显出来。第二遍的速度一般是第一遍的几倍呢？3到4倍。只要你这个控笔能力强啊，3到4倍不成问题。因为你不用找它啊，不用仔细看结构，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有人会给你有拦路虎，只需要考虑什么呢？边缘整齐，它面积比较小，你也不用考虑什么呢？它的均匀度啊，不用考虑它这个染的均匀不均匀，这都是小面积，是不是？第二遍就快到起飞，只需要注意边缘啊，到了边缘就慢一点，及时补充你笔中的什么呢？笔中的颜料。看我这个。我都想用大笔了，对，2、3遍啊，2、3遍，淡淡的涂个2、3遍，涂的时候注意轻一点，不要涂的你太重了，后面就起毛了啊，知道吗？当然了，刚开始不可能。哎，你看，及时的补充。是不直接顺势就脱下来了？刚才还一节一节的染，但是要保证什么呢？你前期啊，你没错，你别最后第一遍有错的地方，你第二遍染的上头了以后啊，你就染的上头了以后，你就又错啊，是不是？错中加错，大错特错。看，及时的中3支、4支支笔法的切换。对，不好染的，侧锋不好染的用中锋啊，3支不好染4支。所以我说嘛，都要练啊，都要练。好，你看这第二遍染完了，染完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就好多了，它就好多了。啊，不要把它染得特别深啊，不要让它染得特别深。这个后期啊，我们还要给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提染啊，所以啊，染到差不多，染到这个色就行了。接下来还是藤黄啊，藤黄这次啊就是纯藤黄。我们给它把这个什么呢？下面的这个饰品啊，金子的饰品，我们给它平涂一下。这
个藤黄浓度中等偏淡吧，啊，别太淡，为什么呢？因为面积都比较小啊，面积都比较小。中等偏淡的藤黄，我就这个啊，没多少，你看直接拿它调。差不多啊，中等偏淡。再看一看，基本就是这么个形状啊，这么个造型。中等偏淡的涂的时候也要注意，给护科老师咱们一点点的涂啊，一点点的涂。首先涂这里。然后里边涂啊，里边涂，外边要卡着这个边啊，里边全部涂。外边顺着边缘啊，里边就要全部给它涂出去。你不要把里边这个小窟窿啊也给它空开，它是个整体的啊，整体外面有个嵌个边，然后上面嵌着花纹，是这么个结构，它不是说一个一个吊着。但是外边的边缘啊，属于它的造型。好，这里边就是啊，可以一起涂，它没多少地方啊，没多少东西，就是面积小。面积小的话，原则是什么呢？容易均匀，不容易什么整齐，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的浓度就可以稍微的浓一点点。按照你自己认为最稳妥的方式，咱们把它的这个颜色啊平涂一下。我这个基本来说啊，涂一遍，甚至就1到2遍就涂完了。这个你们都可以把这个图啊放大它啊，其实没必要这么小啊，放的稍微大一点，就是放成一个正方形，边边上啊，周边上周围可能更有气势啊。这些小饰品就要注意了。这两个颜色不一样啊，一个是偏白的黄啊，一个是就是黄啊，就是黄。
一定要用小笔把这些小结构啊涂的精确一点，稍微涂出去一点，你就到了背景上了啊，尽量不要啊，尽量不要，你涂的慢一点啊。笔中的水分啊，像这种小结构啊，就比笔中的这个色笔中的这个颜料饱和度啊，你一定要注意，咱们。不要太大啊，就是将干不干这种感觉。你也别管它中间啊是什么珠子啊什么的啊，先拿浅黄色给它照一下，中等偏淡的。后期啊，我们再拿这个实色给它再往上点嘛，啊，对不对？我们正好最后啊，你还是有遮盖能力的。但是现在啊，注意了，千万别给它涂出去。涂着涂着，同学们发现没有啊？涂着涂着，这个我们这个效果啊就出来了啊！涂着涂着，效果就出来了。涂着涂着，所以胡和老师刚才就说了，平涂完了以后啊，你这幅画啊，基本效果就差不多了。这有些画啊，它这个练的是你的手啊，有些画是练的你的眼，有些画练的你的是你的脑。像我们前期刚开始啊，就是以手和眼为主啊，手和眼，手就是技术技巧，眼就是观察力、特征观察、细节观察啊，这些都是。然后慢慢的啊，加一些什么呢？啊，加一些这个脑。我经常说，你看你边上可以往大放啊，往大放，你再想一想缺点啥，是不是啊？可以抄点经啊，是不是边缘背景再加点啥呀？啊，是不是云啊？等等等等，这就是脑了啊，这就是脑了。当然了，我个人不建议啊，不建议刚开始啊，你手画不会呢，你就练脑。稍微加一点点啊，但是别加的太多，慢慢的往多加，这就是个学习教育的这个程度的问题啊。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加多少的脑部的训练啊，就是创作训练，它也是有这个规律的啊，但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教学积累啊，教学积累。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干什么呢？来来染我们这幅画的重点。重点就是花青我们来调一个淡花青。首先调一个淡花青。而且要注意了，这次要用到我们的水笔把水笔也准备好。不光是平涂不光是平涂，水笔我看最好是选小一点的水笔。这是花青。好，看到了。我们来染它的手背处。你看这个淡花青，花青属于实色还是水色？大家看看这个名字，一个花一个青实色还是水色？对，霍霍老师经常说我们这个中国画的很多的颜料，你通过这个名字就可以给它分清楚。花青有石字或者石头的石，或者是石字旁都可以断定它为什么断定它为这个实色。如果没有的话，8成是水色。你看就那么一点，我能调出一大叠来。你看这就是这就是偏淡的花青比这个稍微淡一点也行，再加点水。加的有限差不多吧，就这样吧。淡花青，我们来涂什么呢？它的手背和手腕处，就它的手心就它的手心处我们给它留出来留出来，用这种肉色用这种肉色来。哎呦，我的试纸！准备一支水笔就是在手背和手心，看看你们自己的手手背和手心中间是不是有道缝儿只不过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缝儿是比较模糊的比较模糊的。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窄染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我得转过来染，你们也跟着我转过来染咱们先拿这一个来举例这一个来举例。这是手背，这是手心，中间我拿这个淡墨淡墨勾了一个缝儿。那我们该怎么染呢？准备好一张餐巾纸或者吸水棉或者吸水布，放在边边上用来把水笔调整好湿度潮然后我们给它划清。贴着边染过来，这个淡墨染完以后，拿水笔稍微干一点，给它晕染一下边缘虚化。你看边缘虚一点不要这么实。这是第一遍这只是第一遍。我把这个焦距调一下。我们要给它加的比较深加的比较深。你看它这个边缘虚虚的同样的道理你看这里，这里就不用了。你看和它指头之间交接的地方没有没有。这里有的地方我们给它贴着边，
窄染啊，先数个，别着急，数个1、2、3、4、5啊，然后轻轻的给它往出拖一拖啊，让它这个边缘啊虚一点。你刚才现在啊，你感觉不出来啥？我们一回头呀，要这个进行多次的这个晕染啊，就是要把它这个边啊，这个淡墨的这个边啊，我们给它虚化掉，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模模糊糊的。你看，稍微的往出来一点点，给它虚一下。这里让它等一等啊，摘染，慢慢的把它这个啊从里面扫出来一点点啊，虚化掉。你看，就是这样的啊。然后这边淡化青，你可以一节像这种，你就一节一节的染。你看，从里面稍微往出拖一拖，让它这个虚一点，这叫稍微带点虚染了啊，稍微带点虚染了。时易虚难，就是虚染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刚开始接触这个工笔画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幅画平涂工作啊，最难的点也在这里，虚染啊，就在这里。边缘是模模糊糊的啊，而且还不能什么呢？不能面积大，小面积的。好，差不多。因为很淡嘛，你多拖出来点啊，没有关系。多往出拖一点都没事。我们会逐层加深啊，逐层加深的意思就是慢慢给它加深。你看现在这里就是顺着我们这个什么呢？淡墨的这个线啊。稍微出来一点，干染还好一些啊。湿染的话，你可以在它的边上啊，我们可以湿染，就趁着它的边儿拿水啊给它勾一下，然后你再染啊，这样也行。你看这不？一定注意啊，它这个难就难在于这个虚染，你别最后全给我实染了啊！实染了我就不用这么教了，你就涂就行了，我线条都给你做好了，对不对，同学们啊？如果是要实染的话，这还用教吗？你涂就行了，而且颜色也不用这么淡啊，稍微浓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因为是啊。虚染才需要啊，才需要教呢，才需要你们去练习。就是这个和手心的交接的地方啊，需要我们给它稍微虚染一下，其余的地方啊就用不着虚染了。而且这个虚染啊，一定注意是足层加，千万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千万注意了啊，注意什么呢？注意点，注意了，千万注意，注意啥呢？别着急啊，千万注意，别着急。看看，不小心涂出去了。一遍一遍的啊，淡色慢慢加，千万注意不要给它很浓的颜色啊！你哪怕染个10遍8遍的啊，轻轻的，每次越淡啊，你越容易成功。这幅画啊，没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啊，没你们想，就是要这节课啊，修炼你们的内心，把心态稳住啊，一点点的来。第二呢，什么训练我们的白平统分提收的结构。第三，加了一些难点，比如说大面积的平涂、虚染啊，稍微大一点面积的平涂，还有就是对平涂的这个训练加强。因为这幅画需要大量精准的平涂啊，面积虽然没有特别大吧，但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已经很大了啊，有些面积。怎么样才能把它染得匀了？啊，染出去以后稍微及时的给它拿水笔洗一下，我这染得快了。啊，第一遍就是这样，然后第2遍、第3遍、第4遍往上加，一直加到一定深度。我们这个金刚手的这种手背啊，就染完了。你看我没看我调那么多吗？注意夹角要锐利啊，夹角要锐利。看这个小夹角，很尖锐的啊，就要给它涂过去。第一遍涂完不均匀没关系啊，第一遍涂完不均匀没关系，我们会啊一层一层的给它涂，一直涂到什么呢？薄色多染啊，涂个薄色多染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颜色非常的均匀。这里面你看，等把这个胳膊一涂啊，你就发现这个金刚手的这个色彩啊，基本就出来了。
同学们，护和老师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就是我只涂一遍，剩下的我要在视频外完成啊。你们仔细看我每一遍啊，涂一遍，从头到尾涂一遍啊，涂一遍就好几个，好长时间。你看这涂到现在都40分钟了，所以啊，这周啊主要内容啊是什么？平涂啊，你把平涂涂完了啊，这幅画你就拿出去摆出去啊，都 OK。但是一定注意，平涂和平涂不一样啊。该均匀的时候，想把颜色涂均匀，首先几点：第一，薄色多染，你染的不行，那你就颜色淡一点啊；染的不行，颜色就淡一点。就这么简单啊！染的不行，颜色淡一点，多涂几次，是不是？自然就行了啊，自然就行了。你看这个蓝色啊，你要是让我一遍一遍的给你们在视频中涂啊，你这没有3个小时下不来，一直涂到很足，就是相同的办法，给它一遍一遍的加深啊，然后边缘给它虚化。你就看看这个你们的这个，哎呀，女同学的这个手啊，可能够呛。你就看看那个男同胞啊，家里有男的，经常出去啊，出去晒太阳的这种家里的男性啊，看看他们的手。那小孩不要说啊，越老越好啊，你看看他们的手背和手心之间的交接处，或者看黑人。黑种人啊，这个黑人朋友，他们这个手啊，那个交接处，对，他那个效果就是虚虚的，是不是？不是说是特别实，对，要的那是效果啊。当然，你说把它染实了行不行？可以啊，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这些小结构啊，真的是比较多。你前期染这个什么的时候啊，我们染火焰的时候啊，就非常，这里就需要很强的观察力。你们还好啊，你们还好，有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啊，还要发图。我自己就啊，真的是很小心啊，就怕染错。这个一染错啊，这个就本身这个颜色就色彩就比较容错率比较低，是不是？染错一点啊，效果就不好看。像这种染这种小结构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笔中的这个水分啊，不要太饱和了，但是你少了也不行啊，少了也不行。太干的话，容易什么呢？太干的容易产生笔横，不均匀。太干容易产生笔横不均匀，然后太湿了的话，容易把颜色聚在一起啊，然后也是会形成不均匀的水横。所以啊，你们需要掌握的就是什么呢？在什么潮湿度啊，什么饱和度，你这个是最好染的。对，自己来把握啊，这个就是个把握了。你线下的话，我可以。线下的话，这你染2笔，我能告诉你，是不是？线上的话，只能同学们，咱们自己来啊，多练啊，多练习。
你看，咱们一步一步的，这就涂到这儿啊，这就接近尾声了，这也就好涂了啊，这就好涂了。这里来的，有些同学就想看啊，就想自己仔细的看 ，OK 啊。有些同学就不愿意看，他就跳过去了。怎么说呢？都对啊，都对，熟练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这个节奏啊，你们要仔细看啊，看也不是说怎么涂，而是我这个涂色的这个节奏。哎，你看，先涂哪儿，后涂哪儿，然后涂哪儿停啊，去另一面去涂。看，这不是兵分两路了吗？啊，对不对？轻轻的，一定注意了啊！涂色的时候，平涂的时候轻一点。你看这里小结构，我估摸着啊，涂上一圈啊，半个小时没了。你涂上个8圈，3、8、24，4个小时没了啊！你看。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看效果。我现在我估摸着是最少是3遍啊，最少是3遍。个别涂的不准确的，你就别管它了啊，别管它了。毕竟颜色淡啊，你要是颜色浓的话，那就不好挽回。你看这里，别缺东西啊。你颜色浓的话不好挽回，这颜色淡是没问题，是不是啊？啊，你看我们第一遍这不就涂完了吗？啊，涂完了以后效果就是这样的。大家来看看这个色系啊，这个色彩，这个色彩是什么色？波普风格啊，波普风格。说波普风格，其实就是红黄蓝嘛啊，是不是？红色、黄色、蓝色啊，3原色，对不对？3原色为主，这样搭配的颜色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什么样的蓝配什么样的红，配什么样的黄，里头再有什么样的白和黑。我们这幅画红黄蓝白黑啊，是不是？红黄青白黑也行啊，你看，一定注意这里是虚虚的啊。最终效果啊，你们还是要看什么呢？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啊，看效果图。染法就是这么个染啊。好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手心和指甲我们再进行晕染。这个蓝色区域啊，我要在课外啊先给它涂完，涂完了以后啊，我再什么呢？我再给它我们再，你看一个色涂完一个色嘛，涂完以后比着这个色再涂它和它啊，是不是剩下的？你这样才行。好了，那我们暂时就到此为止啊。
同学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手背和手腕处啊，我已经涂完了。接下来我们用这个白色啊来涂一下，白色加这个猪标，再加点藤黄，我们调一个偏红一点的肉色。白色的颜料完了，没注意了啊，是偏红一点的肉色。找一个红色的笔，先给它调开啊，然后把它调淡。粉红粉红的这种嫩嫩的这种啊，稍微夸张一点。这个藤黄啊，一定注意啊，一点点的加，就笔尖啊，一点点一点点，来给它往过调啊，这个偏粉嫩的嫩嫩的这种肉色啊，肉色，红色稍微多一点，就猪标稍微多一点。先是白，再加红啊，再加猪标，最后再加藤黄啊，要这样。再红一点点。对，调的稍微红一点的这种肉色。调完了以后啊，加水，一点点加啊，别调的太淡了啊，太淡了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哎，行，可以。来看看什么色啊？你看，基本就是很淡的这种啊，偏红一点点的肉色。我们把它这个再拿上水笔啊，一定注意是水笔啊，因为我们还要和它的手背处啊进行交接。指甲这里就无所谓。交接的时候，轻轻的啊，把它往里，让它往里一点啊，让它是互相融合起来，往里拖。你别最后啊，这个中间留一条很白的线，你就给它往里走，哪怕就贴着这条线，平涂。平涂完了以后啊，你看边缘这个往里运。对，让它让两种颜色啊互相的融合，不要有过明显的界限啊。难就难在这一点，其他的没什么难的。笔稍微的干一点点啊，笔稍微干一点，你就多染进去来一点也没关系，
它不影响整体的色系啊，它遮盖是一点点。这个染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这条线我是画错了啊，我用的比较深的线条，所以我拿这个淡色给它盖一下。虽然盖不了多少吧，但是能抢救是一点是一点啊，能抢救一点是一点。略有瑕疵，应该是用淡墨勾啊，应该是用淡墨勾，效果好一点。所以我跟同学们说啊，最好的画在哪儿呢？是在下一幅。你看这里，这里它是这样的。蘸颜色的时候要注意了啊，我们要先给它搅起来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要搅起来。这个指甲就不要染了啊，指甲最后在提染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提一下。现在染啊，没那个必要啊，没那个必要。先把这里面的，这就是平涂了。涂的时候注意了，一节一节的给它啊，给它晕染，你别等着一起啊，你看稍微往里一点点，一节一节。搅起啊，颜色搅起，及时的转。对，偏红一点的肉色，但是也不要过重了啊，稍微红一点点。变化是很微妙的啊，变化是很微妙，就是比我们上一节课那个莲花啊，那个手啊，稍微的给它变颜色。而且染的时候注意了啊，要均匀，
尽量不要产生笔痕啊，轻轻的，有一定的节奏。这个应该是皮肤，因为这个指头和这个指头嘛。涂完了啊，涂完了以后呀，指甲想涂白色的啊，你可以涂。其实我觉得啊，白色就别涂了啊，就这样吧，指甲就留白。后期我们提染的时候啊，简单的给指甲一提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这个白色就差不多了。好了，我们染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平涂阶段啊，就怎么样，就染完了啊。平涂阶段就染完了。我得把这个交替调整一下啊。你看，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是非常好的啊，还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进行铜染。